贫穷女孩陪着领导去购物，突然一阵喧闹声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居然看到了自己的妈妈。她正要过去打招呼，这时领导走了过来，还说什么打折的便宜货有什么好抢的，真是太丢脸了。然后她又看到妈妈被人挤倒在地，女孩本想冲过去，领导又说了一句人不能没有风度，还转过头对女孩说你以后千万不能这样。临走的时候，女孩又看了一眼正在抢购廉价商品的妈妈，妈妈也看到了她，妈妈正要向女儿打招呼，为了不让领导看出端倪，女孩转身就走。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，妈妈自然明白这让女儿感到丢脸了。将领导送走之后，在马路上走着的允英又看到了对面的妈妈，看着妈妈越走越远，大声喊了一声之后，直接冲过繁忙的车道。这时妈妈也看到了她，训斥她你疯了吗？这么多车。妈妈说她一直在算今天的开销，说完就蹲下来从包里拿出一双新鞋，叫她快点穿上，如果不合适我现在就去换。看到允英没有反应，妈妈直接蹲下来要亲自给她穿鞋。无法拒绝妈妈，她一边穿鞋一边环顾四周，觉得妈妈这样做很丢脸。穿好鞋子后，允英便说我给你的钱是让你自己买衣服的。允英怒气冲冲地说以后别这样打扮了妈妈，还有这条廉价围巾，我叫你多少次扔掉它了，早知道你这样我当初就不该买。你看看别人谁还这么穿，现在谁还会带这种东西呢？说完她蹲下来把换下的旧鞋子收好。这大概就是母爱吧，即便是子女再嫌弃，母亲依然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。但允英并不知道，这一次妈妈的离去将会成为她终生的遗憾。之后允英去了超市，买了许多零食，独自一人去电影院，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电影。这时旁边一个女孩的妈妈打电话让她回家吃饭，允英这才意识到妈妈可能还在家等着她回去吃饭。于是她回到家，果然看到妈妈做好了饭菜，但妈妈却不在家。看着墙上的时钟，她以为妈妈出去了。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接听后她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她的妈妈跳河自杀了，河边留下了一双鞋和一封遗书。允英赶到医院，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躺在那，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直到看到妈妈那戴了10年的围巾，她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妈妈却没有回应，依旧没有回应。她痛苦地蹲在地上，她不敢想象没有妈妈的生活会是怎样。不久后，她收到被公司解雇的消息，只因为那天周日她挂断了领导的电话。这时警察走过来告诉她，她的父亲至今也未曾联系过她。警察把妈妈的遗书交给了她，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，原来爸爸喝多了，在别人家里闹酒疯，别人要来算账了。允英只得让对方发银行账号过来，准备转账给对方。妈妈去世后，爸爸天天醉醺醺的，他坐在妈妈自杀的河边，打开了妈妈留下的遗书。遗书里妈妈对他说声对不起，说自己不该那么伤心，还提到他开始工作之后，感觉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，还回忆了一些小时候的幸福时光。读完后，允英不明白妈妈为何突然离世。这时她在河边发现了一个盒子，捡起来一看，里面有一张看不太清的纸条。不远处有个人影在盯着她。男人在桥洞发现了一辆奇怪的车，他好奇地四处看了看，没看到车主，便探头进去看了看。豪华座椅的显示器上显示着时光旅行系统，旁边是一本时光旅行说明书。他好奇地坐进车里，翻开了那本说明书，决定试一试。设置时间到3089年，启动车子，放开手刹，挂上前进档，车子随即启动。随着一道紫光，车子在隧道中消失了。几十分钟后，车子上全是不明的绿色液体。此时他大口喘息，他的兴奋不仅仅是因为穿越，而他所看到的是世界末日之后的景象，到处都是恐龙横行的世界。这次他将时间调到了2037年，想要看看未来的自己的老婆是什么样子。随着汽车发动，车子再次在隧道中消失，但这次他没有急着回来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到现在。这次他脸上毫无表情，仿佛看到了一些不该见的东西。因为在2037年，他发现自己被谋杀了。唯一的线索是这个茶盒，这个茶盒是1987年连环杀人案的关键物证。为了找到真凶，更重要的是为了能活下去，他回到了1987年的牛井村，正好看到新闻报道，报道说有青少年吸食一种强力胶的迷幻药。他凭借记忆来到了河边，他告诉村民们，30秒后，后面会传来一声尖叫，紧接着会出现6个吸食强力胶的不良少年，其中3个正是在场的一些人的孩子。还说5分钟后会有一大批记者赶来，但他们显然不相信他，甚至说他在这里胡说八道。他的话音刚落，一声尖叫从树林中传来，他们这才开始相信一些。这时一名吸食了强力胶的女生疯狂地从山上跑下来，被已经蹲点的海军拦下。女孩问他是谁，海军告诉他，你本该今天死去，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人。
说着，女孩的家人也及时赶到阻止了他。村民们拿起一旁的袋子闻了闻，果然是那种强力胶的味道。这时，另一名女孩也被家人找到了，2名女孩现在都安全了。海俊看了一眼手表，然后继续朝山上走去，找到了诱骗这2名女孩的吸食强力胶的主犯。女孩刚要反驳，脚下突然一滑，差点就要掉进悬崖。海俊立刻冲上前，一头扑倒在地，紧紧抓住女孩不放，用尽吃奶的力气，终于把女孩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。地上的报纸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，村民们终于相信了海俊的话。走到半路，记者也如海俊所说的时间赶到了，却没发现他们预期的情景。一番寒暄后，得知海俊是教师后，校长立刻邀请他到学校教书。正好海俊刚来到这个时空，没有工作，就这样顺利成为了语文老师。因为长得太帅，经常被村里的女孩子追捧，找到了工作，还在村里买了一套房子。周围的邻居都很热情，毕竟有这么个帅哥做邻居。这一天，海俊开着车回到了2021年的首尔，他来到了警局，找到了那位1987年被关押的连环杀人犯的那位男子，告诉他自己是被冤枉的。然后海俊告诉他，明天早上你就会出狱，我在牛井村等你，到时候我会解释一切。因为海俊知道，他今晚打算在监狱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出狱后的海俊看着手机上的新闻，新闻说的是犯人明天将被释放，不是自杀。海俊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第2天，2人按约定见面了。海俊告诉他自己将在35岁那年死亡，杀害我的将是一个罪犯，正是1987年牛井村的连环杀手。这个盒子是我死后在那里找到的，而你早已被当作杀人犯逮捕，你比我早死，所以我知道你是无辜的。但这男人觉得这太离奇了。尽管如此，2人有着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找到那个杀人犯。男人要洗清自己的冤屈，海俊想要拯救自己，于是他们决定开始合作。随后，海俊驾驶时光穿梭车，准备回到1987年继续调查。与此同时，失去母亲的允英正伤心地准备回家。当他经过桥洞时，突然听到后面有汽车声，回头一看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接着，一道耀眼的车灯照在他身上，海俊也看到前方有人，疯狂踩刹车却毫无效果，眼看就要撞上了，情况紧急。海俊迅速向右转弯，就这样，2人一起消失在了2021年。女人意外穿越到1987年，她看到了2012年已经去世的母亲。更让她震惊的是，那时的母亲还是个19岁的年轻女孩，曾经与母亲的幸福时光再次出现在她的脑海中。妈妈的离世让她深刻感受到没有妈妈的世界有多么可怕。她完全被剧情吸引，妈妈的身影越来越远，她急忙追了上去。正当她即将追上时，突然有只手把她抓住，原来是海俊带她来到了1938年，然后拉着她钻进了一个巷子，并向她揭示了真相。看着允英伤心欲绝，正想前去安慰，没想到允英突然笑了。海俊还以为她撞坏了脑子，毕竟在2012年她刚刚失去了妈妈，现在突然回到了25年前，看到妈妈还活着，他怎能不高兴？突然看到一个像妈妈的女人，允英马上把海俊推开，然后追着那个女人跑。可怜的海俊头撞到墙上晕了过去。这时允英看到妈妈走进了一家夜店，二话不说就冲了进去，在卫生间找到了妈妈。但这时的妈妈怎会认得她？毕竟那时的妈妈还是个学生。允英眼含泪水走向前，这可把妈妈吓了一跳。突然多出来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女儿。为了确认这不是梦，趁妈妈不注意狠狠掐了一下，看到妈妈疼得捂着脸，这才确定这不是梦。允英高兴坏了，妈妈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。允英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，表示以前不该顶撞你，不该让你生气。看到她头上流血的妈妈，带着一条破旧的围巾，还以为她脑子受伤了。妈妈被吓得转身就跑。这时候店里的一群年轻人正在狂欢，他们正尽情舞动青春，没想到警察来了。警察开始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检查，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，没有身份证的人要被带到警局。这时允英从洗手间出来了，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听说要检查身份证。他开始有点慌，在这个时代他哪有身份证啊？警察很快也注意到了他。就在这时，海俊赶到了，看到这情况，他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，还发现自己的学生也在。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大步走上前去，斥责他们不在家好好复习，竟然跑来夜店玩，叫他们过来。看到妈妈称呼海俊为老师，这才知道妈妈还是个学生。妈妈却指着允英说，她不是我们班的。海俊装作没听见，继续叫允英过来。这时允英也反应过来了，结果被警察抓了个正着。警察问他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，幸亏最后校长及时赶到，这才平息了这场危机。事后海俊把允英带回了家，还说要尽快修好车，然后带她回到过去。
因为任何小动作都可能影响别人的未来。与此同时，妈妈因为夜店的事被外公外婆赶出家门，就因为她没好好学习，跑去夜店。而住在隔壁的允英想起妈妈称海俊为老师，这就说明妈妈肯定住在附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外公把海俊拉出来，带他去参加牛井村的践行大会。他们刚离开，允英就偷偷溜了出去，真是作孽啊！这时允英才发现，原来妈妈和自己是邻居。妈妈去上学，她就悄悄跟在后面。妈妈在看电视，她就用手机偷偷拍下来。这时一个吊儿郎当的少年出现了，允英越看这个少年越觉得面熟，于是她问那个男子叫什么名字。女婴惊呆了，这不是她那整天酗酒的父亲吗？面前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帅小伙，竟然是自己未来那个渣父亲。想到母亲临终前她还在外面耍酒疯，这次她决定哪怕牺牲自己，也要阻止妈妈和这个人谈恋爱。原来这个女人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。允英把爸爸拉到大树下，仔细打量这个未来的渣男，并警告他以后不准出现在顺爱面前。只要我在这里，你就别想和顺爱扯上关系。允英告诉他，因为我知道你对爱情有多轻浮。等允英回来找妈妈的时候，发现妈妈不在，他就坐在了妈妈的位置上，恰好看到了妈妈的日记本，他便打开了妈妈的日记。结果里面的消息让他震惊。同时发生的是，妈妈被几名同学叫到河边，他们威胁妈妈把写好的小说交出来。妈妈拒绝了，同学们一步步逼她到河边，边逼边说各种嘲讽的话，最后狠狠一推，妈妈不慎掉进了河里。女孩被同学推入河中，在水里拼命挣扎，岸上的同学们却视而不见。这一幕很快被她35年后穿越来的女儿看到了。这时允英正在四处寻找妈妈，正好看到妈妈在水里疯狂挣扎，她二话不说扒开那些小混混，毫不犹豫跳进河里。看到妈妈不断下沉，允英拼命游向妈妈。她已经体会过失去妈妈的痛苦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救出妈妈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妈妈救上了水面。这时一个穿白鞋的女生走了过来，允英站起来走到那几个女生面前质问，你们的朋友掉进水里，为什么不救人？开玩笑，那我也来开个玩笑。短发女生冲了过来，让她别管我们的事。但允英看到她的脸时，瞬间愣住了。这个高美书正是她2012年的领导，一位著名小说家，而妈妈日记本里的小说竟然是高美书后来的成名作。难道高美书偷了妈妈的小说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？当允英再次质问她是不是高美书时，允英一回头才明白，她居然是我未来的领导，因为她摸项链的动作和我一模一样。就在我们俩愣神的时候，妈妈的咳嗽声打断了我们，然后允英带着妈妈离开了场地。把妈妈送回家之后，允英问妈妈，那些人是你的朋友吗？妈妈沉默不语。允英觉得妈妈肯定有难以启齿的隐情。经过几分钟的追问，妈妈终于说出了真相，因为在班里只有他们几个愿意和我说话，其他的人都不喜欢我，我只能把他们的行为当作玩笑来处理。听到这些，允英才明白妈妈在学校是多么的不受欢迎。回到家以后，允英高美书和妈妈曾是同学，妈妈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著名的小说家，但她没有成功，而高美书却靠着妈妈的作品成为了知名的小说家。为了查清真相，更为了保护妈妈，他告诉海俊自己打算去学校上学。海俊在倒水时听到这话，吓得把水壶都打翻了。他说，你这个年纪竟然说要去当学生。允英回答说，只要化妆得当，我看起来会很年轻。然后你就撒谎说我被留级3年。但海俊还是不同意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来的原来是警察，问他这么晚来有什么事。警察说，有人举报说你家里藏着一个身份不明的人。说完就闯了进来。进房间后看到允英，要求她出示身份证。允英完全懵了，撒谎说身份证丢了。丢了是吧？那你得跟我去警局一趟。这时海俊又一次阻止了他们，把允英拉到自己身后，并向警察证明允英确实有身份，还说有办法可以证明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让你亲自核实。警察还是有点怀疑，没办法，海俊只好说他是牛井高中高3的学生。警察一时语塞，这样允英的校园梦就实现了。第二天开学的日子到了，报到进校长室的时候，允英怒视着前面，没想到爸爸也转到这所学校，而且昨晚的警察竟是爸爸的叔叔，这让本就不待见爸爸的允英更加反感，对此更加不满。校长对他们同一天转学很高兴，还说他们长得挺像。他们异口同声的反应让大家都觉得奇怪。允英挑衅地看着爸爸，爸爸也不示弱。然后他们在教室外等着分班。爸爸评价允英，说他肯定没自己本事，觉得很烦。允英让他别再跟自己说话。爸爸还说你和你叔叔一起来的吧？答案很明显了。允英一听，直接把爸爸未来的种种不好的事情说了出来。
一股脑儿把所有事都说了出来。这时爸爸又提到妈妈可能就在这个学校，允英立刻抓住爸爸的耳朵，警告他离顺爱远点，叫他别再想着谈恋爱了。殊不知，他的妈妈正在班级里被人欺负。为了保护妈妈不在1938年受欺负，尹英化身为学生潜入校园，甚至和妈妈成了同桌。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正准备找允英的麻烦。允英知道是他们欺负了妈妈，二话不说直接和他们对峙起来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突然这句话响起，原来是跟允英一起转学来的那个渣父亲。他只要说这句话，别等到鼻血流出来才后悔。允英笑了，还得意地向妈妈炫耀，原来是高美书开的口，转头警告那些校霸，到这个地步你们该收手了。那些强硬的校霸看起来很怕这个文弱的高美书。很快就到了上课时间，海军那张英俊的脸庞让班上的女生都花痴了。允英发现连自己的妈妈都看呆了。接下来是他们痛苦的时刻，因为海军每次讲课都要强调的注意事项，让他们的耳朵都起了老茧，所以他有了个外号麻辣小王子。允英鄙视地看着海军，海军被看得一脸懵。然而上课时，允英总是不经意间和海军对视。下课后，海军找到了允英，提醒他在学校要低调点，别跟人打架，还说等回到教室后，却发现妈妈不在座位上。与此同时，妈妈被高美书叫到一个无人的教室，问她作文改好了没。原来高美书的作文都是让别人代笔的，难怪她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出去时恰好看到允英站在门口，看到这个女人，让允英想起她2012年的模样。那时她也是让自己帮忙修稿，于是抢过她手中的作文走进教室。高美书为了不被发现也跟了进来，看了看妈妈修改过的稿子，质问高美书真的一点没改变，少了别人的帮助你就什么都做不了，对吧？说着便拉着妈妈一起去找她。结果高美书大叫起来，妈妈看到后马上甩开允英的手，埋怨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拿着作文走到高美书面前安慰她，这让允英完全摸不着头脑。没想到妈妈竟然说这是她自愿的，跟高美书没关系。说完就带着高美书转身离开。允英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感觉高美书一定做了什么，让妈妈完全无法反抗。放学时，允英紧盯着高美书，感觉这人绝不简单。妈妈因为下午的事，尴尬地拿着书包走了。了解妈妈的允英，知道妈妈今晚肯定内疚的睡不着。很快，教室里所有人都走光了，现在只剩下允英和高美书了。高美书临走前还回头看了允英一眼，并向她发出警告。2012年的那个女人穿越回了1987年，意外地遇见了那个时期的妈妈。妈妈正在受到校园霸凌，于是她化身为学生潜入校园。放学后，她找到了那个欺负妈妈的女生高美书，也就是她在2012年的上司。一场大战即将爆发。突然之间，高美书的哥哥来接她放学。不知为什么，高美书很不喜欢她的哥哥，于是她独自打车离开。莹莹刚要追上去，高美书的哥哥对她说：“你以为我妹妹是因为害怕才逃跑的吗？其实这都是她的计策。”与此同时，海俊来到班级接允英，却发现她不在班级。为了更多的了解高美书，允英上了他哥哥的车。那个男人告诉她：“我妹妹刺激你，只是为了找出你的弱点，然后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来利用。”允英回想起高美书之前说的话，终于明白那些话的真正意图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当允英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被那个男人带回了家。同时，海俊回到家，发现允英还没有回来，感觉有什么不对劲。不久，那个男人开始越来越放肆。就在他准备对允英下手时，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。男人起身去开门，允英拿起酒瓶朝他的头上狠狠砸下，但男人并没有被打晕。我在想你怎么不跑呀？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原来是海俊听到了声音冲了进来，一看这情况就直接上去了，接着是一脚，紧跟着又是一拳。看到允英没事，他就把那个男人拖了出去。这个男人正是海俊在2012年救过的那个被误认为是连环杀手的高明秀。最终高明秀被警方带走了。海俊随后把允英带回了家。允英问他：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其实是在2012年找到高明秀的时候，高明秀曾指给海俊看1987年连环杀案的3个嫌疑人。第一个是白希谢，也就是允英的父亲；第二个是刘范龙，白希谢的同桌；第三个就是高明秀自己。从今天起算，3天后将会发生一起命案。海俊今天发现，这2位嫌疑人都和允英有过接触，放学时还在厕所见过他们。现在只剩下高明秀一个，但这些海俊没有告诉允英。海俊把调好的茶递给了他，看到茶盒时，允英告诉他这是自己在河边捡到的。海俊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在那里？”允英不想让海俊知道自己留在这个墓地的原因，所以没说是在母亲去世的地方。海俊也不想别人知道这个茶盒是连环杀手的标志。就这样，2人都在互相隐瞒真相。
错过了好多关键线索。现在离第一起连环杀人案发生只剩3天了。明天是学校的春游日，允英的爸爸白西西看到允英的妈妈顺爱一眼，就直接走进了他的心里。反应过来后，他直接上前准备搭讪。原来出现的是他们未来的女儿允英。既然穿越了过来，就不能让那个渣爹祸害自己的妈妈。他气喘吁吁地走到妈妈面前，指着爸爸对妈妈说：“这个人就是会浪费你时间的那个家伙，别理他。”可是爸爸根本不理会他，拉着妈妈就往山上走。这时的允英已经累到几乎要虚脱。没多久，海俊找到了他，为了掩饰自己体力不支，还故意说自己在欣赏天空。随后，同学们都聚在一起，负责才艺表演的是允英的爸爸白西贤。可能因为太紧张，第一次弹吉他就失败了。允英看起来幸灾乐祸的样子，在同学们的加油声中，当他再次看到女神的笑容时，他试着放松了一些。没想到这次居然弹得成功了，弹得越来越好，同学们都看呆了。允英也很惊讶，因为他之前从没见过爸爸弹吉他。就在海俊焦头烂额的时刻，校长带着一名实习老师走了过来。海俊立刻认出这个人是牛井村，他是连环杀人案的第一个受害者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他将在2天后遇害。李祝英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允英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感觉这个人在哪儿见过似的，连他唱的歌听起来都不一样，这让允英感到很困惑。休息时间到了，校长问蒲老师：“你不觉得我和海俊老师长得像吗？”出乎意料的是，校长竟然是海俊的亲爷爷。朴老师离开后，海俊向校长提出，由他来负责这位实习老师的事务，因为海俊想从他身上找出凶手。与此同时，允英和妈妈在一起吃外婆做的寿司。春游结束了，海俊问李祝英找到住处了吗？李祝英说她最近住在亲戚家，靠近莫里达地区，但根据未来的线索，她根本没有家人或亲戚。那她为什么要撒谎呢？2012年的一本犯罪小说，竟在1987年真实发生了，从人物出现到最后死亡，过程都被详细描述了，这让穿越到1938年的允英感到非常惊讶。而今天见到的那位实习老师，根据小说的情节，2天后他将会被杀害。允英急忙找到海俊，并告诉他自己知道实习老师李祝英现在的位置。于是允英根据小说的情节，果然在河边找到了发抖的李祝英。这一行动让海俊觉得允英已经和凶手碰面过。突然一个人影迅速闪过，海俊二话不说直接追了上去，因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正凶手。海俊追他的原因是因为在未来他也会被这个凶手残忍杀害。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更为了保护无辜的人们，他必须抓到这个凶手。但是当他经过路口时，一辆车刚好挡住了他的去路。等到海俊反应过来时，凶手已经不见了，而挡住他的正是一名警察。这让海俊非常气愤，因为就在今天，他刚把其中一个嫌疑人高明秀释放。这下麻烦了，原本2个嫌疑人现在变成了3个，所有事情又回到了原点，按照原来的轨迹进行。当海俊回到河边，他问李英珠是谁在追他，没想到李英珠说自己只是迷路了，但从他刚才的反应来看，明显他知道谁是凶手。即便海俊说他是来帮忙的，李英珠还是不肯说出凶手是谁，然后找了个借口急忙离开。担心李英珠在遇危险的2人也跟了上去。他们刚离开，警察悄悄地探出头来。不久，他们跟着李英珠来到一家宾馆，看到她安然无恙走进去，2人这才稍微放心。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家咖啡馆，海俊向他透露，连环杀手留下的茶盒标志就来源于这家咖啡店。果然，当老板娘送来咖啡时，他们把那个茶盒藏进了一个纸盒里。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2人决定坦白一切。海俊说他穿越到这里是为了追查凶手。允英也拿出了一本来自未来的小说，那本书的作者是他班上的学生高美淑，也是2012年的允英。书里描述的犯罪过程和死者的情况都惊人的相似。高美淑在第2章的最后还写道，1987年的高美淑走进哥哥的卧室，看着哥哥的照片，他这样说。但海俊并不认为高美淑就是凶手，尽管书中使用了第一人称我，可能他是从凶手的角度来写的。允英则认为书中有这么多犯罪细节，如果不是凶手的话，怎么可能如此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？就在2人争论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他们。原来他发现1987年的父母正在谈恋爱。允英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在未来他的父亲是个渣男，他不想让妈妈将来过得那么辛苦。面对父亲的表白，妈妈只好说了声对不起，因为她已经有了男朋友。这时他指着窗外，父女俩急忙朝窗外看去，竟然是爸爸的同桌范龙，这让爸爸惊讶地捂住了嘴巴。他们的反应让海俊感到困惑。妈妈把花放下后，急忙跑出去和范龙约会了。允英赶紧追了出去，却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。海俊一把抓住允英的手，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事到如此，允英也坦白了一切。她说自己是顺爱和白希切的女儿，名叫唐十年。这时，李英珠在宾馆里和一个神秘人通电话，说有人发现了她的过去，因为刚才有人匿名送来了一朵花，并附了一张写着“有人在监视你”的纸条。另一边，海俊和允英回到家之后，海俊问他在咖啡馆为什么那么做，允英也说出了自己想阻止父母谈恋爱的事，并把这件事说了出来。海俊骂他是个傻瓜，这样做你也会消失的。但允英说那又怎样，因为未来里爸爸抛弃了我，不论妈妈怎么打电话，爸爸永远不接，甚至在妈妈去世的那一刻，他还在外面疯狂喝酒。那个茶盒是在妈妈跳河的地方捡到的。听到这，海俊立刻想到了什么，回房间后想着允英说的话，他猜想自己的妈妈可能也是被谋杀的，嫌疑人正是墙上的3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允英的爸爸。妈妈因跳河身亡，而爸爸却在酒馆悠闲地喝酒。女儿将妈妈的死都归咎于那个无良的爸爸，还说如果能回到过去，一定会阻止妈妈和他相遇。可能是上天听到了他的祈祷，一场车祸真的让他穿越回了35年前。那时的爸爸妈妈才刚认识，为了救妈妈，他拼命地阻止他们的交往。然而就在那天，与他一同穿越的海俊告诉他，他妈妈的死并非自杀。1938年的一场连环杀人案中，凶手每次杀人后都会留下一个火柴盒，里面还放着一张纸条。2012年妈妈在河边遇害的地方，你也发现了一样的纸条。允英这才突然明白，原来妈妈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她，眼泪不知不觉湿润了眼眶。回到学校之后，发现1938年的妈妈留给她一封信，信里说昨天隐瞒约会的事情不应该。手里拿着信，允英想起妈妈去世前留下的那封遗书。对啊，那根本不是遗书，那是写给她的信。允英一把抱住妈妈，不停地说要好好保护她。就这样，为了改变妈妈的命运，也为了改变自己35岁那年的死亡宿命，他们必须在凶手犯下第1起杀人案之前，根据未来的记忆找到他。凶手是一个戴蓝帽子的男人，第1位受害人那天还和他喝过咖啡。终于到了5月12号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李英珠今晚就会遇害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李英珠看到海俊正和警察交谈，她感到了恐惧，因为他是一个积极的运动分子。允英也在一旁观察着这一切。李英珠突然转身逃跑，原来警察已经知道了李英珠的身份，并且下令一定要抓住她。允英一路追着李英珠，但因为跑得太快，允英完全跟不上。没想到李英珠跑进了允英外公的店，她在那里买了一张去首尔的车票。原来她打算逃跑。就在这时，允英跟了上来，大声叫小姨快抓住她。允英见状马上冲上去，叫她冷静下来，还说自己不会伤害她，希望她今晚能留下。李英珠以为是来抓自己的，于是拿起水果刀挟持了允英。海俊也劝她冷静一下，可李英珠此时完全听不进去。海俊趁机上前，一把她手里的刀夺走。这时看到警察已经包围了外面，海俊示意他不要出声，然后他们几个人赶紧躲进屋子里。警察很快就来敲门了，父女俩配合演了一出好戏，成功把警察糊弄过去。这时藏在衣柜里的李英珠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他们了。晚上，海俊代替李英珠去了咖啡店，因为历史上李英珠是在那个位置的，即使李英珠现在没来，那个戴蓝帽子的男人也应该会出现。海俊就坐在那里等待凶手。大约10几分钟后，一个穿皮鞋戴蓝帽子的男人出现了。海俊立刻注意到了这个人，气氛突然变得紧张。当看清楚来人的面貌，居然是允英的父亲白希谢。如果凶手真的是白希谢，那么允英的母亲的死，难道是白希谢杀害了自己的妻子？一切都太混乱了，海俊的头都快炸了。他重新梳理了一下线索，跟着之前的线索走。李英珠比对方早到了7分钟。李英珠也说了，他那晚打算去喝咖啡，并没约别人一起。难道他偶遇戴蓝帽子的人？他们之间还发生了争执。整个过程只有咖啡店的老板娘看到，但为什么老板娘那时没出现呢？这让海俊感到非常疑惑。突然，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出现了，那就是3大嫌疑人之一的范龙。原来白希谢要见的人是他。范龙说，他查到了实习老师李英珠的真实身份，原来他是个运动员，怪不得今天警察去了学校。但白希谢看起来很冷静，他拿出了偷来的李英珠的戒指。原来白希谢发现范龙总是躲在厕所里，一查究竟，发现他在厕所的暗格里藏了东西。范龙让他保密，白希谢答应了。出来后，白希谢告诫他别再偷东西，否则怎么对得起顺安。白希谢随后被哥哥叫走，他们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。出来后的海俊看到戴蓝帽子的白希谢，判断他就是那晚在桥上逃跑的人。而范龙和受害者移动的方向一致，他还偷了受害者的戒指。于是海俊跟在了范龙后面。没想到范龙果然走进了受害者的宾馆。就在海俊准备进入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。2012年的高明秀，
声称案发当天他不在牛井村，明显的撒了个谎。而1938年的高明秀正疯狂地殴打他的妹妹高美淑，幸好海俊及时出现阻止了这一切。他问高明秀是否需要报警，但高明秀拒绝了，一旦报警他就会被紧急逮捕，那样的话回家后妈妈会狠狠地打他。当海俊再次走进宾馆时，他与范龙直接对峙。就在这时，白希谢又突然跑了过来，这让海俊都吓呆了。曾经的3名嫌疑人都聚集在受害人家楼下，而且他们全部在撒谎。案件又一次朝着历史的方向发展，唯一的变化是李英珠今晚没有死，她能否逃脱死亡的命运呢？女孩放学回家，看到大伯在她房间里，大伯把她所有喜欢的书都撕了。她气愤地质问大伯为什么这么做，她急忙上前把书从大伯手中夺回。父亲听到声响及时赶来，把大伯从房间里抱出去。看着自己喜爱的书籍被毁，允英要求大伯向他道歉，没想到父亲却说应该质问他，说他是你的家人，那我和妈妈算什么？原来大伯一直未婚，一直是爸爸在照顾他。正当买菜的妈妈回家，他看到了眼前的一幕，看到女儿满脸的委屈，他终于明白了一切。这一天，允英在家学习，又听到妈妈和爸爸因为大伯的事吵得不可开交。当他开门一看，爸爸已经拿着衣服离家出走。看到妈妈那伤心欲绝的样子，他对爸爸的恨意油然而生。几年过去了，爸爸一次也没回过家，但妈妈一直在餐桌上保留着3副碗筷，她每天都会给爸爸打电话，而爸爸每次看到是妈妈的来电，从来不接。允英顺利完成了学业，在一家小说出版公司找到了工作，这一切都是妈妈一个人支撑她成长。但好景不长，妈妈最后竟选择了投河自尽。允英把妈妈的死都归咎于爸爸，如果不是爸爸每天都去照顾大伯，妈妈就不会选择自杀。然而就在这一天，海俊告诉他，妈妈的死其实是一场谋杀，凶手是1987年的连环杀手。为了阻止这场悲剧，允英开始进行调查，他发现嫌疑人竟然是自己的大伯，而海俊发现的嫌疑人竟是允英的爸爸，都因为他们戴着相同的蓝色帽子。为了查清真相，海俊找到了允英的爸爸白希谢。在海俊的威逼利诱下，白希谢终于说出了真相。原来那天他去咖啡店时，发现大哥也在那里。大哥说他约了人，但约的人好像没来。白希谢觉得大哥的帽子很好看，大哥就把帽子给了他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李英珠住的宾馆呢？而李英珠正是那个连环杀手即将要杀害的第一个目标。没想到白希谢透露，有人让他去查看2楼宾馆的灯是不是亮的。海俊追问那人是谁，这话一出，基本证实了允英的大伯很可能是连环杀手，还是杀害了允英母亲的那个人。允英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因为他的大伯将来会瘫痪。难道这全都是装出来的？可是海俊告诉他，如果你大伯真是凶手，那么明晚我们肯定能见到他。允英不解地问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去杀第2个受害者，也就是你那神经大条的小姨。这让允英更加难以接受。小时候他只是听说小姨是因为病死的，没想到竟是被谋杀。第2天一早，他们就在对面监视小姨的每一个动作，生怕错过凶手出现的瞬间。他们能否改变这个结局呢？一个女人穿越到35年前，发现当学生的妈妈是个学霸，这次她又在期中考试中考了全校第1。允英简直不敢相信，在未来妈妈是个常去打折店的人，打扮也很土气，简直就是典型的农村大妈形象。其实允英不知道，在妈妈那个年代，父母大都重男轻女，所以外婆不怎么在乎妈妈的成绩，只关心她能帮家里干多少活。然而就在他们高兴的时候，一个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他们。高美输给了校霸眼，校霸用一个眼神就击败了高美，校霸立刻就明白了，然后冲上去把排名榜撕了，开始嘲讽他们。看到有人欺负妈妈，允英上前准备教训那个校霸，突然教导主任出现了，校霸见状立刻逃跑。第2天全家人一起吃饭，顺爱看起来心事重重。这时候姐姐向妈妈要了50万，因为她想参加韩国小姐选美。妈妈觉得她不务正业，爸爸也反对。这话一出，全家人都齐刷刷地看着她。顺爱说最近学习很吃力，看到家人不高兴的脸，赶紧补充自己已经攒了一些钱，只需要再补贴一点。结果被弟弟嘲讽，全家人都不重视女孩子，成绩好又有什么用？顺爱尴尬地喝了口水。顺爱去上学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弟弟向妈妈要钱买课外书，他过去一探究竟，只见妈妈很爽快地从口袋里掏出钱。面对妈妈的偏心，顺爱早就习惯了。走到半路，姐姐叫住了顺爱，又是一顿冷嘲热讽，还说爸爸其实不是没钱，只是从来没打算让你上大学，他们更希望我们早点嫁人。而对弟弟，爸妈全力支持他读大学，希望他将来能找到体面的工作。顺爱质问姐姐，你真的想过那样的生活吗？姐姐听了一愣，她说自己不会按照爸爸的方式来生活，
即使没有老师帮忙，我自己也能做到。说完，他从包里拿出自己攒的钱给了姐姐，让她用这些钱去追求成为韩国小姐的梦想。他还说他从未轻视过姐姐的选择。看着顺爱走远，姐姐感到有些愧疚。顺爱晚上向男友范龙提出了分手，她决定要好好学习备战考试，没想到却被带到一个宾馆。原来是在关键时刻，允英及时出现保护了妈妈，并给了范龙一个重拳。范龙正准备反击，这时允英的爸爸白希谢及时出现，对范龙痛下狠手。允英简直不敢相信，他那人渣爸爸竟然还有这么英勇的一面，然后将范龙摔倒在地，对他连续出拳。允英赶紧拉着受到惊吓的妈妈离开。回到家门口，允英的小姨紧紧抱住允英的妈妈，为白天的失礼向妹妹道歉。到了夜晚，海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打电话的人正是妈妈的前男友范文。一个女人惨死在野外，她的身体被红绳绑着，脸上满是被殴打的青肿。死者正是几天前刚转来的老师李英珠。两位穿越者急忙赶到案发现场，原本以为送走李英珠就能改变她的死亡命运，没想到历史还是照旧发展，只是时间推迟了2天而已。允英在死者的包里发现了凶手留下的一个火柴盒，还有一张纸条，显然是那个杀人魔再次出手了。第二天，不远处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，死者竟是允英的姨妈，头朝下，脑袋出血，全身被红绳子捆绑，包里的化妆品散落一地。海军意识到杀人魔又出现了，昨晚他连续杀害了2人，而村里的人还说，在这期间，姨妈一家还在像往常一样吃早饭，外婆还在责怪姨妈总是在外面胡搞，昨晚肯定又喝多了。外公也在抱怨，下次喝醉了就让他在马路上睡。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，你忘了你的心智吗？所有人都意识到事情不对劲。很快，外公和舅舅赶到了现场。外公不愿意相信他的女儿就这样没了，他用尽全力呼喊着女儿的名字，看着女儿的尸体被抬走，作为父亲的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街道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恐慌，只有高美淑表现得很平静，血流不止。顺爱急忙带着妈妈前往医院。允英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赶紧跑回家问海俊，他的外婆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这是否和今天的事件有关？海俊未能改变这一切，深陷自责之中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难道一切都要回到起点？不久，外公背着外婆回来了。看到这情景，允英这才放下心来。但到了下午，他们发现外婆不见了，全家人都四处寻找外婆。允英也终于察觉到事情不对劲。海俊听到动静也跑了出来，二话不说直接往远处跑，因为他依靠未来的记忆，知道今天允英的外婆会自杀。此时外婆已经来到悬崖边，就在他准备跳下去的时候，海俊及时出现并大喊不可以，然后走上前去。海俊告诉他，尽管敬爱去世了，但他还有2个孩子需要照顾，他们还需要妈妈的爱。难道你想让2个孩子在没有妈妈的世界中生活吗？经过海俊的劝解，外婆放弃了跳崖的念头。这时外公也及时赶到，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痛哭流涕。回到家后，看着墙上挂着的3名嫌疑人的照片，鉴于高明秀的手骨折，他不可能绑紧绳子，因此被排除在外。而从昨晚范龙的惊慌表情看来，他显然不知道附近还发生了另一起命案，所以他也被排除在外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，允英的爸爸白希谢。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白希谢，因为依据未来的记忆，5分钟后他将被警察当作嫌疑犯抓走。他们来到了白希谢的家中，果然在衣柜里翻出了一件有血迹的衣服。海军问这是什么东西，白希谢立刻抢过那件衣服，还说这衣服挺贵的，他还记得要修补它。就在前一晚，杀人魔连杀了2个少女。巧合的是，这件血衣竟在白希谢家里找到了。白希谢为了掩护哥哥，竟然说那衣服是自己的，结果他被警察带走了。当得知杀人事件的详情后，他完全懵了，因为他只是想帮哥哥隐藏身为运动分子的事实。那晚哥哥出去参加示威，不幸被人捅了肚子，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成了嫌犯。为了让白希谢认罪，警察竟把他关进了小黑屋，对他进行了毒打。本以为这样他就会认罪，可是经过几个小时的折磨，白希谢依然不承认自己是凶手。与此同时，警局的血迹化验结果也出炉了，和受害人的血型完全不匹配，证明白希谢根本不是凶手。就这样，白希谢被无罪释放了，但他的腿已经被打断了。恰好这一幕被穿越来的女儿看到了，她对此感到非常自责。想到白天妈妈告诉他们白希谢不是凶手，因为案发那晚他们一直坐在阳台上，这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爸爸。为了不让大伯抛弃他们母女，他强行阻止妈妈去警局说出真相。想到这些，他觉得妈妈的事都是自己阻止的。既然穿越到了过去，那么他决定改变爸爸将来瘸腿的命运。
在允英坚决的要求下，最终爸爸被急救上了救护车，爸爸的腿得以保住，就这样改变了他瘸腿的命运。妈妈问爸爸，为什么不把他们在天台的事告诉大家？爸爸回答说，一个未婚女孩和一个男人共度一夜，会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听到爸爸的话，妈妈扑进爸爸的怀里哭了。允英这才明白，原来爸妈的感情那么深。这一刻，他决定不再阻止他们相爱。那个女人被绑在破旧房间里，头上套着塑料袋，她正是允英的妈妈李顺爱。绑架她的人是连环杀手的真凶。没错，这次杀手的目标正是顺爱。知道妈妈被绑架后的允英，急忙找来爸爸和白倩倩的兄弟。与此同时，海俊也在赶往案发现场，去救他未来的丈母娘。因为就在昨天晚上，他们确认了恋爱关系。凶手还像以前一样，把写好的纸条放进火柴盒，然后塞进顺爱的口袋。接下来就是致命的一刻，顺爱就这样被打晕过去。突然有人踹开房门，凶手为了不让人看清脸，故意用手电筒照射范龙的眼睛。范龙看到地上的顺爱，二话不说拿起木棒就向凶手打去。然后他急忙走到顺爱面前，把塑料布撤掉。正当两人准备离开之际，凶手举起砖头猛击范龙的头部。看到顺爱倒地，范龙催他快点起来逃命。顺爱终于用尽全力站了起来。这时范龙正与凶手搏斗得更加激烈，幸亏范龙个高力壮，再一次把凶手摁倒在地。但出乎意料，凶手掏出刀子朝范龙挥去，然后把他逼到墙上，捡起地上的砖头，一砖头把范龙打晕过去。但凶手并没有出来追顺爱，顺爱也停下了脚步，因为他听到屋里的声音。他知道范龙遇害了无可奈何，他只能拼命往前跑，不能辜负范龙的一片心意。就这样，范龙被活活打死。凶手又开始追顺爱。这时顺爱跑进了深山，但因为太黑，他又摔了一跤。正要爬起来时，听到了脚步声。没错，凶手追了上来。为了生存，他不敢回头看，只能继续奔跑。凶手带着必杀的决心，紧紧追在后面。幸亏海俊及时出现，这才阻止了凶手的追击。顺爱告诉他凶手就在后面。海俊回头一看，正好看到凶手朝深山里跑去。怎么办？突然看到允英和白希谢赶来了，确认顺爱安全无虞后，赶紧朝凶手的方向追去。为了阻止这个杀人狂继续作乱，更是为了救赎未来的自己，他必须把凶手制服。追了好一会儿，可惜还是让凶手逃掉了。海俊跑到旁边的茅草屋，发现被凶手打死的范龙。他急忙冲上前，大声喊着范龙的名字。突然海俊意识到，这具尸体的死状和自己未来的死状惊人的相似。正当他发呆时，警察赶到了现场，看到海俊满手血迹，认为他是杀害范龙的凶手。海俊没有进行抵抗，举手向警察走去，身上还被发现了一个火柴盒。警方更加确信他是凶手。就这样，海俊被逮捕了。这一幕被赶来的允英所见，他也看到了死去的范龙，害怕的捂住了嘴。他急忙向警察解释，是海俊让我来找你们的，他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但警察显然不相信。无奈之下，允英只好去找高美淑，因为只有他亲眼看到了凶手的样子。原来在一个夜晚，他和短发妹亲眼见到了凶手作案，但短发妹没看清凶手的面容，高美淑却看到了。短发妹本来想报警，但高美淑为了把罪责嫁祸给经常打她的哥哥，利用自己身上的伤痕，赢得了短发妹的同情，才没有把这件事泄露出去。而允英知道，他将来会把这件事写成小说，他肯定知道谁是凶手。没想到允英又求他在告诉自己凶手是谁的时候，高美淑却说她不知道。几天后，顺爱在医院醒来，也证明了海俊不是真正的凶手，他只是在帮忙。海俊下午出院后，带着水果来看望顺爱，结果在亲友送的果篮里发现了那个火柴盒。打开后，里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醒来真好，我们下次见。”大家都齐刷刷地看着顺爱，因为凶手已经来过这个病房，是他把火柴盒放在这里的。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？正当海俊看得入神时，一对情侣不小心撞到了他，还责怪海俊站的位置不对。妈妈直接上前问他们在瞪谁呢？撞到人应该先道歉。爸爸这时从电影院出来，没想到那个男人是爸爸单位的下属。爸爸介绍说，这是我女朋友。看到海俊的衣服湿了，那个男人这才不好意思地道了歉。但海俊的目光还是一直在妈妈身上，对这个妈妈又好奇又陌生，想到她曾经抛弃自己，对妈妈产生了一丝怨恨。大家分开后，妈妈对爸爸说，不知为何自己很难过，那人明明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悲伤，整个人感觉闷闷不乐。乐爸爸笑着问我是不是迷上那人了。妈妈给他一撞说，怎么可能。爸爸接着说，他第一次见到那人时，心里也感受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原来是几天前，在校长的引荐下，
爸爸竟然来到海俊这里帮忙修理空车。看到年轻时的爸爸，海俊心里其实还是挺高兴的。爸爸对妈妈说，他的名字也是海俊。妈妈听了直呆，他们不知道口中的海俊正是他们从未来穿越来的儿子。回到家门口，海俊回想起刚才的情景，感觉脸都快打肿了。虽然嘴上说着讨厌妈妈，第二天他还是来到了妈妈的咖啡馆。妈妈也注意到了他，走向这边来，摆出一副很熟悉的样子，问海俊吃过饭了没。海俊真的很好奇，妈妈到底是怎样的人。很明显，海俊不知道该怎么吃这东西。虽然海俊说不用了，妈妈还是重新给他做了一份，还贴心的帮他搅拌好，然后用勺子把蛋黄挖出来，想要亲自喂海俊，但海俊表示要自己来，这让他感到很不自在。妈妈催他快点张嘴，在两人推拉的过程中，妈妈也有点不好意思。海俊简直无语，妈妈想拿钱赔偿他。看到妈妈那懂错的表情，海俊说以后会常来，不用特地陪我。妈妈听了乐坏了，但有个小要求，那就是见了面别和我搭讪，也别有肢体接触，尽量当我是个陌生人。后来的海俊又开始吐槽妈妈，为了揪出连环杀手，海俊不得不暴露自己来自未来。这种离谱的事谁会信呢？警察在看早报时，他直接把报纸内容说了出来，甚至连地点都一模一样。甚至在看直播比赛时，海俊提前报出了结果，屏幕上的数字和海俊说的一样，警察都惊呆了。难道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？于是他们决定开始合作，一起找出真正的连环杀手。首先在电视台，海俊故意描述自己见过凶手的长相，这样凶手看到后肯定会来找他，然后让周围的人都撤开，与警察里应外合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一个身影终于出现了。海俊躲在墙角等凶手上门。当海俊再次探头看时，竟然发现来人是妈妈。海俊也吓了一跳，走上前去问妈妈怎么会在这里，还说如果凶手真的来了怎么办，让自己和妈妈快点离开。这话让海俊意识到，妈妈似乎知道谁是凶手，否则不会知道他说的是假的。妈妈表示，如果你真的遇到凶手了怎么办？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谁。这些话也间接表明了海俊和凶手非常熟悉。紧接着，妈妈从包里拿出一个婴儿帽，说这是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的。但海俊的目光紧盯着那顶红帽子，因为帽子上的线和绑死者的绳子一模一样。海俊似乎猜到了凶手是谁，他询问是否是孩子的父亲。妈妈说因为太可怕了，无法继续跟那种人待在一起。一想到腹中的孩子，就让人毛骨悚然。这让海俊终于明白，妈妈当初抛弃他并非无情，而是因为无法忍受那个杀人魔的父亲。当海俊打开车库门时，发现时光车竟然不见了。以前是爸爸在这里修理他的，只有他知道这辆车的存在。外面的警察发现有人接近，而来人正是海俊的爸爸。结果不小心碰到东西发出声音，爸爸意识到情况不对，立刻拔腿就跑。海俊听到声音也追了出去。这时爸爸已经开着时空车到达了时空之洞。就在即将穿越的时候，海俊突然出现，用身体挡住了爸爸，他也被车撞飞到一旁。只见爸爸下车看着倒地的海俊，难道爸爸真的是连环杀手的真凶？此时年轻的爸爸并不认识他，只想立刻解决问题。海俊觉得不过瘾，就拿起旁边的木棒，一棒子朝海俊狠狠地砸下来。海俊被打得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然后捡起地上的砖块，准备用砖头把这个未来的儿子拍死。这时海俊终于想起了他未来的死状，正是这样的，他终于清楚地看到了杀害自己的凶手，原来是允英。允英带着警察及时赶到，最终爸爸被警察逮捕归案。海俊在医院中苏醒过来，他对允英感到非常愧疚，因为是他自己的爸爸伤害了允英的家人。允英并没有责怪海俊，因为海俊也是受害者。很快，警察也发现爸爸的回国日期是伪造的，原来他早就回来了，这样他才有时间犯案，并且完美的避开了怀疑。当海俊回到家时，发现爷爷正烧毁信件，这才知道爷爷早已知晓此事，还帮助爸爸隐瞒了爷爷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不想让海俊将来有一个杀人犯的爸爸。但海俊明白，如果爸爸不被抓的话，未来会有更多人死去，包括他自己。最终海俊凭借这封信和火柴盒里的信封，让杀人魔的爸爸终于被绳之以法。随后海俊找到了爸爸，询问他为什么要杀害自己。原来在修理时空车的时候，爸爸意外发现海俊在调查他的杀人事情，并且还看到了时空车的说明书，终于明白了一切原因，所以才想要杀了他灭口。那你为什么要杀害那些无辜的人？爸爸也把真相告诉了我，因为小时候被爱看书的妈妈冷落，甚至在他7岁那年就冷酷地离开了他，所以他极度憎恨爱看书的女人。这也是他每杀一个人
都会留下一张警告爱看书的女人的纸条。呵呵，真是讽刺的用词。而他口中的儿子现在就坐在他面前，并且将来某天还会被他残忍的杀害。海俊告诉他，你一切的渴望都已被你亲手摧毁。爸爸听了后完全懵了。听到这句话，爸爸似乎也猜到了海俊的身份，可能又觉得不可能。如果你真是我的儿子，我怎会下手杀你呢？海俊并没有多解释，拿出一张照片后就转身离开。当他看清照片上的内容时，他感到震惊，因为照片上正是他和海俊的合影。他也因此相信了海俊的话，既然杀人魔的问题已经解决，海俊和允英决定明天就穿越回2012年。第二天，允英带着爸爸到了吉他店，花了20万买了一台吉他给爸爸。两人异口同声，让老板吓了一跳。出来时看着爸爸那爱不释手的样子，允英告诉他这是为了贿赂他，以后要好好对待顺爱，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离开他。爸爸还以为他今天脑子出问题了，居然做出了这么奇怪的事。晚上他又和妈妈做了最后的告别，从未如此难以挂断。你告别我的手，允英说，大概34年后会在你家。之后两人交换了一些告别的话，允英再次依依不舍地拥抱了年轻时的妈妈。紧接着他和海俊开着时空车准备回到未来。海俊把时间设定到2012年，随着车子启动，就在他们即将穿越的时刻发生了意外，时空车又坏了。他们是不是将永远被困在1987年？就在刚才，由于时光机故障，他们不得不再次留在1987年。允英询问海俊是怎么找到时光机的，海俊也觉得非常奇怪。那天他本来是准备出差的，但导航突然出错了，把他引到了一个桥洞，那里意外地发现了停着的时光机，车门还开着，原来是之前发生的车祸。允英问他当时是不是在打电话，实际上在车祸前，海俊确实接了一个神秘电话，对方说是这通电话让他分心了，才不小心撞上了他。海俊回到家，正在烦恼如何修理时光车时，一个男人出现了，还说终于在这里见面了。海俊问他是谁，海俊马上想起，这就是之前在旧桥给自己打电话的人。没错，这个男人正是海俊未来的儿子。实际上海俊在2020年并没有死，是他未来的儿子通过时间穿越救了他。那么海俊的老婆是谁呢？随后海俊找到允英，告诉他时光车已经修好了，明天我们就回去吧。但是海俊没告诉他，是他未来的儿子修好的。在离开之前，海俊在海边找到了妈妈，他问妈妈是不是很讨厌这个孩子。海俊理解妈妈的心情，因为他是自己和一个杀人犯的孩子。他还告诉妈妈要好好生活，不要有罪恶感，忘记一切，安心过日子。孩子的爷爷很有钱，可以安心把孩子托付给他，孩子长大后也不会怪罪妈妈。妈妈说怎么可能不怪罪呢？因为我抛弃了他。海俊让妈妈相信他，因为我和你的孩子同名，所以我们的想法应该差不多。殊不知他的儿子就坐在他对面。和妈妈告别后，海俊和何允英再次驾驶时空车来到隧道，这一次他们成功了。一出来就赶紧观察周围，看这次是否真的回到过去了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的手机突然有了信号，各种消息不断弹出，他们知道这次真的回来了。紧接着允英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来电显示是妈妈。允英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想到1个月前妈妈已经去世，这次回来真的改变了妈妈的命运。当允英回到家后，以前的破旧小屋变成了豪华别墅。走进房门的那一刻，看到的是满屋的书籍，还有高档而别致的家具，这和之前的破旧小屋完全不同。允英也注意到了那支钢笔，这是她1987年送给妈妈的礼物。妈妈现在成了著名小说家，不再是那个只买廉价货的黄脸婆，而爸爸现在也是一名公务员，不再是那个整天酗酒的瘸腿老爸。海俊也回到了家，看到墙上多了许多和爷爷的合影，那是因为他在1987年曾请爷爷每年拍些照片。显然爷爷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那个曾经偷妈妈小说的高美书也不再是过去那个高高在上的作家了。他现在的日子似乎不太好过。剩下的时间，海俊每天都在和允英约会，